一眨眼，俄乌战争从最初的打趴乌克兰只需要半个小时，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一战封神，到现在的俄军已经被胖揍乌军6个月之久。邵大将呢算是渡劫失败了，没能成神。反观乌军这边呢，却是越打越猛。同时，一位曾豪言想开着坦克在莫斯科红场兜风的年轻人，却真正做到了一战封神。这位年轻人呢，不仅是泽连斯基的救命稻草，也是普京极力想策反的对象。他就是乌军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那么这个后起之秀有什么厉害之处呢？他究竟做了什么让普京都想策反他呢？别急，咱们往下接着看。俄乌战争的最初阶段，曾经有不少预测分析称，由于乌克兰在军队人数以及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俄军全面占领乌克兰也就是几天的事儿，甚至能在2小时内拿下基辅，迫使乌克兰投降，然后出动精锐部队3天拿下乌克兰。但从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呢，乌军从最初的节节败退到现在的大反攻胜利，可谓是极其精彩。如果这些呢可以归功于一个人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据了解呢，身为乌军最高将领的扎卢日内年仅49岁，因此他也成为了乌克兰独立后最年轻的军队总舵手，同时也是一位没有在苏联服过兵役的总司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担任乌武装部队联合行动指挥部参谋长、武装部队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第1副司令。2014年，他在乌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的德巴尔切夫市指挥作战部队。2019年12月，扎卢日内开始担任武装部队北部作战司令部司令。在2020年，扎卢日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成为一名军人一直是他儿时的梦想。不过呢，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但时间仅仅过了1年的时间呢，他就又得到了更高的职位，也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2021年9月4号再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当时的他曾公开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开着坦克在莫斯科红场逛上一逛。然而这时呢，他上任刚满1个月。为什么作为乌军最高指挥的扎卢日内敢放出如此强硬的言论呢？其实这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有关。当时的克里米亚半岛在举行全民公投之后呢，是彻底投入了俄罗斯的怀抱。相对而言，克里米亚半岛本身就是属于乌克兰的领土。身为乌克兰人的扎卢日内自然呢心里很不甘心。不过此时呢，他只是一名旅长，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很快他的机会就来了。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动用武力争夺回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的控制权，可惜乌军是出师不利，杀敌800，自损1000，让波罗申科总统是丢尽了颜面。于是他决定对乌军的领导层开展大清洗活动。正是这次机会，扎卢日内从旅长一跃成为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副总指挥官。此后7年的时间，卢甘斯克在与乌东非法武装的交战中收获了不少军功。于是在2021年，扎卢日内顺利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国内的亲俄势力采取措施。但谁曾想，仅仅时隔1年就爆发了俄乌战争。此时的扎卢日内这名军事天才的一些操作开始被世人所知晓。开战之初，俄军制定的作战方案呢是闪击战，突袭乌克兰首都基辅，打算用打蛇打7寸的方式直接迫使泽连斯基投降。但是扎卢日内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把大量的防空精锐部队调到了基辅机场一带，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局部防空火力网，让俄军的伞兵运输机降落不下来，导致俄军空降基辅的计划直接失败。与此同时，扎卢日内第一时间呢发现了战场真正的痛点，那就是死守切尔尼戈夫，而不是泽连斯基所在的基辅。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是非常信任这个胖子，就带着3个旅在基辅与外面5个虎视眈眈俄军的集团军进行对抗。可以说当时的基辅随时都有可能失守。同时，一旦调动位于切尔尼戈夫的乌军主力救援基辅，那么俄军立刻就是一个围城打援，局面相当的被动。不过只是防守并不是扎卢日内的风格，他在完成基辅防御部署后呢，立马派遣了几个师突袭打击俄军后勤补给线。因为俄军进攻基辅只有3条路，要么拿下哈尔科夫，要么走切尔诺贝利无人区。显然当时的情况呢，这2个都不行。
那么俄军就只能绕过切尔尼戈夫进行运输。但是绕过切尔尼戈夫后呢，却要走一段烂泥巴路才能上高速公路。于是扎卢日内在这条烂泥路上出动大批乌军反坦克小分队，昼夜不停地袭击俄军后勤补给线，最终让俄军5个集团军的后勤补给不利，被迫丢弃大量重武器，从各种烂泥路强行撤退。尽管这次战斗中呢，乌军伤亡不小，但是达到了切断俄军后勤补给线的目的，后勤物资被切断了。俄军只能暂停对基辅的地面攻击，进而放弃占领整个基辅的计划。从这里啊，咱们可以明显看出，扎卢日内打仗是讲究谋略的，并不是一味硬刚，他是个能屈能伸的智将，战术运用灵活，不会一味的让士兵死守阵地。与犹犹豫豫的俄军将领不同，扎卢日内呢下令果断而且迅速，每次下达的指令都是他自己通过战场形势提前预判俄军的数个走向。等到传令兵告知俄军新走向时，他再结合具体情况做出迅速反应，是一位走一步看三步的战略型将领。因为对于他来说呢，如果指挥作战被俄军牵着鼻子走，那将是莫大的耻辱。紧接着来到4月份，俄军开始在顿巴斯地区展开重点进攻。由于俄军掌握有制空权以及10倍炮兵、火箭炮火力优势和坦克数量优势，同时在顿巴斯地区背靠俄罗斯本土，铁路系统直达战场，交通方便。因此在7月前呢，俄军是节节胜利，夺取了波帕斯纳、北顿涅斯克、利西昌斯克和红利曼等大批重要目标，控制了整个卢甘斯克州。这个时候呢，对于扎卢日内来说就非常危险了，因为继续向顿巴斯增兵，那就是把乌军的有生力量扔进俄军大部队中被消灭。但是如果不向顿巴斯征兵，那么俄军很快就可能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消灭乌克兰最精锐的顿巴斯集群。这一点呢，扎卢日内其实也很清楚，于是他采取了不与俄军硬碰硬，保存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仅以有限的精锐集团军专打俄军最薄弱的地方。毕竟即便有来自各国的军援，也不能浪费自己的兵力。同时在7月份，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沟通后呢，安排国内媒体放出了赫尔松准备开始大反攻，乌军准备了100万大军要打进克里米亚等等烟幕弹。但私底下呢，却在乌东部地区是暗度陈仓，埋伏了几个集团军，就等着时机的到来。反观俄军高层啊，真的是竟然被这种声东击西的把戏给骗了，以为俄军是要收复赫尔松，进而威胁到克里米亚。于是从7月下旬开始，俄军位于伊久姆和顿巴斯地区的战略预备队、近卫第76空降师、第35集团军等等部队都被调动到了赫尔松战线。而到了8月下旬，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数量达到了66个战斗群的10万大军。这一瞬间，顿巴斯地区的乌军压力立刻下降，扎卢日内果断下达了进攻指令。这个时候呢，因为俄军大批被调动到赫尔松，伊久姆地区的俄军也空了，只剩下战斗力比较弱的各种内卫部队和预备役部队。面对突然出现的乌军，俄军留守部队呢一时间是手足无措，因为他们早就被海马斯给打怕了。两军一接触，俄军溃败，仅仅数日，乌军就收复了俄军经过半年的战斗才占领的土地。同时乌军进展也很神速，顺带呢是把东部的2个交通枢纽城市也给收复了，乘胜追击之时，直接打到了俄乌边境地区。可以说这次大反攻后呢，乌军是彻底扭转败势，等到俄军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了。就算再集结大部队来增援，也不能轻易突破乌军的防守了。那么扎卢日内就不怕10万俄军集中到赫尔松，集中兵力火力，一鼓作气打进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吗？这点呢确实不怕，因为从赫尔松到敖德萨相隔着好几条大河，特别是有一条1公里宽的第聂伯河。因此乌军在计划之初呢，就开始每天袭击第聂伯河上的大桥，一方面呢阻挡俄军渡河进攻尼古拉耶夫，另一方面呢要切断赫尔松俄军的后勤补给。当时很多人都嘲笑乌军啊，拿着价值10多万美元的卫星制导火箭弹去打大桥，结果却被俄军用速干水泥又把弹洞给堵住了。然而1个多月过去了，俄军确实堵了几次，但是第聂伯河上的大桥却一直无法通车。现在赫尔松的俄军呢，只能靠着小渡轮和门桥维持补给。很多人或许不太明白，看似简单的大反攻，其实对乌克兰具有重大意义。
要知道，在这之前呢，俄乌双方的对战中，乌军是只有挨打的份儿，不仅损兵折将，还丢失了大量领土。这种情况对于乌军来说呢，是奇耻大辱。可以说，自从俄罗斯夺取了克里米亚，又占领了乌东部地区后呢，泽连斯基就感到了亡国之危，曾多次向北约各国请求支援，并且要加入北约，要将乌克兰纳入到北约的安全防御系统内。但是谁都不想将战事扩大。好在泽连斯基在军事指挥官上，他选对了人，大胆启用了扎卢日内，保住了乌克兰。起初，扎卢日内的作战计划是保全精锐部队，保护有生力量，避免和俄军硬碰硬。因此，我们才看到在战争之初，俄军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而乌军呢却节节败退。其实那是乌军用空间来换时间，用阵地消耗俄军有生力量。特别是马里乌波尔坚持了80多天，彻底打乱了俄军的进攻计划。后来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大反攻，都是扎卢日内下的一盘大棋。他在等机会，在等北约的援助。等到兵力布置完毕后呢，一鼓作气收复大量失地，成就军事史上的奇迹。与2月份俄军大军压境，宣布2小时拿下乌克兰的豪言相比，扎卢日内在乌军没有制空权、人数、火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打出了犀利的闪电战，不得不让人佩服。总之，这次乌军大反攻，扎卢日内是一战封神，打得俄罗斯是措手不及。当俄军炒作乌军反攻赫尔松失利时，乌军已经在乌东北部地区拿下了多个城镇，而赫尔松的反攻目前也正在稳步推进，并不像俄军所说的溃败。这或许是俄乌战争的转折点。那么下一步，乌军究竟是剑指克里米亚，还是直击乌东部地区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